为什么陨石总是掉在荒郊野外？到底是谁在保护人类呢？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诡异的现象？每次新闻里报道陨石坠落，不是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，就是在冰天雪地的南极，要么就是掉进深山老林里。难道这些来自宇宙的不速之客真的长了眼睛，专门避开人类居住的城市吗？还是说，真的有什么神秘力量在暗中保护着我们？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这个困扰了许多人的谜题。先别急着往外星文明或者神迹上联想，其实真相远比你想象的要科学。首先，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逻辑：概率。你可能觉得我们人类已经统治了地球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但实际上，在地球母亲的眼里，人类的城市简直小得像芝麻绿豆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地球表面积大约 5.1 亿平方公里，其中 71% 是海洋。也就是说，陨石还没进大气层呢，就有70%以上的概率直接扎进海里喂鱼了。剩下的 29% 虽然是陆地，但你仔细想想，这陆地里有多少是我们住的地方？南极洲占了快 10%， 那是冰原，撒哈拉、塔克拉玛干这些大沙漠又占了一大块。还有西伯利亚的冻土、亚马逊的雨林、青藏高原的无人区。杂七杂八算下来，真正有人烟的地方只占地球总面积的 4% 左右。而如果你只算像上海、台北、纽约这样密集的城市区域，那个比例甚至不到 1%。所以你看，陨石掉在荒郊野外，不是因为它懂礼貌，而是因为地球上到处都是荒郊野外。这就好比你闭着眼睛往一个巨大的足球场里扔一粒沙子，而球场中心只放了一个硬币，你想砸中那个硬币的概率，那真的是微乎其微，对吧？但这时候你可能会反驳我，既然概率这么低，那为什么2013年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陨石就偏偏掉在人家家门口了呢？还有2020年土耳其的那次，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炸开的。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核心真相。其实陨石并不是总是掉在荒郊野外，而是掉在城市里的陨石，往往在落地前就被拦截了。那么，谁是这个拦截者呢？其实就是我们每天呼吸的大气层。你可能觉得空气轻飘飘的，没什么力量，但对于那些以每秒几十公里速度冲进来的陨石来说，大气层简直比钢板还要硬。当陨石高速撞击大气分子时，它前方的空气会被剧烈压缩，产生几千度的高温。绝大多数的小天体在还没看到地面长啥样的时候，就已经在半空中烧成灰烬了。这些残渣最后化作细小的尘埃，也就是所谓的微陨石，悄无声息地落在你的窗台上、头发上。其实你每天都在和陨石亲密接触，只是你根本察觉不到，对吧？而那些个头稍大一点、能扛住高温的陨石，还会面临第二道鬼门关——高压。随着陨石不断下坠，它会进入大气层最稠密的部分——对流层。这里的空气密度极大，陨石前后的压强差会瞬间飙升。这就好比你把一块烧红的玻璃突然扔进冰水里，或者给一个高速飞行的物体迎头痛击。2013年，车里亚宾斯克那颗直径18米、重达1.2万吨的巨型陨石，就是在距离地面约30公里的高空，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，突然发生了剧烈爆炸。那一瞬间释放的能量，相当于50万吨天体炸药，也就是30多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这颗陨石没有在半空炸裂，而是像实心铁球一样直接砸在城市中心，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所以确实有一种力量在保护人类，但它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，而是地球自带的防弹衣——大气层。它通过摩擦、生热和高压解体，把致命的宇宙炮弹变成了绚丽的流星雨或者细碎的石块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有没有那种大气层也拦不住的大家伙？当然有，比如6600万年前砸在尤卡坦半岛的那颗，直接送走了恐龙。但那种级别的灾难，在人类文明史的尺度上，概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。根据 NASA 和 CNEUS 的最新监测数据，就在不久前的2026年4月8日，太平洋中部就发生了一次火球事件。4月1日，阿拉斯加海域也掉下来一颗。这些事件之所以没上头条，就是因为它们掉在了无人区，或者在半空就解体了。现在的科学家甚至已经能提前预警了。
比如2024年1月21日掉在德国的那颗陨石，科学家在它进入大气层前几个小时就锁定了它的轨道。这说明人类对这些天外来客的监控能力正在飞速提升。除了概率和大气层，还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，那就是幸存者偏差。你想啊，如果一颗陨石掉在深山老林里，它可能会留下一个完整的陨石坑，甚至能保存几万年，最后被地质学家发现，成为大新闻。但如果它掉在城市里，大概率在半空就碎成了渣，或者掉进下水道，被建筑垃圾掩盖了。除非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，否则我们很难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找到它的踪迹。而且，现代城市的灯光污染非常严重，很多时候，即便有流星划过城市上空，忙碌的都市人也很少抬头去看。反倒是在那些荒郊野外，星空纯净，任何一点异动都会被天文爱好者或者监控摄像头捕捉到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脚下这颗蔚蓝色的星球其实挺神奇的？它不仅给了我们空气和水，还默默地为我们挡下了无数次来自深空的暗箭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精心保护的世界里，大气层不仅是我们的呼吸之源，更是我们的生命之盾。它把那些足以毁灭文明的撞击变成了我们眼中浪漫的许愿星。下次当你抬头仰望星空，看到划破长空的流星时，别忘了感谢一下我们的大气层。正是因为它的存在，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危险的宇宙中安稳地吃着火锅，唱着歌。